我们被核辐射过的都知道，盖格计算器遇到核污染时就会发出这种警报声，必须立刻退出。可科学家毛子和一旁的士兵们却不进反退。原来他们此次去就是为了清理里面藏着的核污染源头。而随着毛子越来越深入，他逐渐感觉到了异常，他开始忍不住的头晕，视线慢慢变得一片模糊。毛子开始感觉四肢乏力，接着他就因为力竭佝偻在原地。幸好一旁的士兵扶了他一把。毛子正要道谢，可突然诡异一幕出现了，他前面竟凭空出现了一面挤压形成的汽车墙。毛子被吓得不断后退，下一秒墙里竟开始不断渗出鲜血。毛子被吓得瘫软在地上。突然环境一变，他发现自己周围全是核反应堆，紧接着他站立的地方出现阴影，抬头看去，是他毕生难忘的一幕。毛子都要被吓出神了。就在这时，一只手把他拉回现实。原来刚刚都是幻觉。艰难行进几十公里后，这时同伴告诉他，目的地到了。只见5名同样身穿防护服的士兵，迈着诡异步伐朝他们走来，而他们身后竟是一种人类从没见过的超自然现象。毛子惊呆了，只见无数石墨块汇集在一处，组成了一个异常实体，上下翻飞，不断重组又不断分散。为首的绿衣人军官要毛子前去和这个异常实体进行交互测试，但这显然已经超过了毛子的业务范围。他正要拒绝，可绿衣人威胁毛子赶不去就干掉他。毛子还想求情，可身后一个士兵直接将他踹了过去，他只能硬着头皮不断朝前方的异常实体走去。但越靠近毛子就感觉越难受，他本能的就要离开，可一排子弹直接就射在了他脚下。看着冷酷的军官，毛子知道现在没有退路，他只好再次转身，一步步朝着反应堆走去。距离越来越近，毛子感觉自己头就要裂开，像是有什么东西侵入自己。他被疼得跪在地上嘶吼起来，可下一秒毛子再次进入幻想，这次身后竟冒出了个人形的石墨怪物，还没反应过来，里面竟是之前逼他前进的军官。他正疯狂的要毛子救他，可毛子还来不及动作，石墨怪物就直接给军官拧成了肉块。毛子被吓得哑麻呆住了，当场瘫软过去。等毛子再次睁眼，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，氧气瓶的氧气已经耗尽，他艰难的起身摘下面罩，但奇怪的是，空气非常清新，核污染竟然已经消失了。而在他前方，在场的士兵和军官却已经全部身亡。毛子愣住了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难道自己才是此次要清理的核污染源头吗？